拿来吧你。走吧走吧，这回发了。可不嘛，这么多，给我一半吧。一会儿一会儿，快回来。哎，只有咱俩。等等。 又有何指教？你刚才那声叹气是何意思？只是觉得惋惜。昔日天下第一大派无双城，设了这么多关卡，竟是为了勒索他人。我素来仰慕无双城之威名，今日一见，很是失望。昔日，小子，我们无双城从来都是天下第一的大派。 你在这里胡言乱语，不怕死吗？如今江湖之上，天下第一自然是雪月城。我相信这并不是我自己认为的。若诸位觉得无双城更强，那么请问，当年胜过叶鼎之半掌，拯救天下的人是谁？如今位列五大剑仙，以城为名的剑客是谁？天下第一的枪仙又是谁？ 这些人皆不在无双城，为何无双天下第一？你小子！司徒，把银票还给他。大师兄，还给他！可这，给，拿走拿走。你说的对，我们这么做确实令人不齿，但是你刚才侮辱我们无双城的话，我可没办法轻易原谅。 可否敢与我战上一场？从天下方到此处，我对无双城很是失望，失望到现在便想离开了。看来不教训一下你，你是真不识好歹。大师兄不可啊！若真闹出人命来，我们也……计划，尹宗应当也有大部分势力被调走，包括这万卷楼。但似乎尹宗的底蕴比我们想象中更深厚。有点本事。报上你的名字。暗河苏沐雨。你的名字？尹宗。 谢在野，我听过你的名字，直伞拐。能接住我的剑，你很不错。我能看出来，你不知是受了伤，还是大病初愈，真气很不稳固。但是下一击七星连珠，你一定接不住。
七星连珠。这是我祖传的剑招，杀死过5个乱世之王，用来对付你一个暗河杀手，这是你的荣幸。这剑的威势，竟比上一剑要凶猛近1倍。这七星连珠，一剑强过一剑。你若再接一剑，你手中的剑必定会断。这是太极剑。一个杀手居然会这世间最缓慢的剑法，但接下来的剑可没那么简单。是吗？可你的剑矢分明也在消耗你的气力。下一剑，请吧。我还剩最后一剑，而你必死无疑。爷爷，两位曙光。来了。是责怪我来晚了？你二人便是暗河现在的掌事人？哼，看起来很是年轻啊。暗河大家长苏山河，见过3位前辈。旁边的这位是苏沐雨，是如今的苏家家主。敢问前辈们尊姓大名？谢必佑、穆福生、苏子言。你们姓谢、穆、苏，是暗河3家之姓。你们是？他们听了我们的姓氏，很是惊讶呀。不错，我们和你们暗河那3支，本就是一脉而成。当年，我们的先祖，有些人去了江湖，而有些人则留在了这里。我们3个人，就是留在这天启城这一脉的后人。是你们的先祖罢了，并不包括我们2人。我与昌河皆是无名者出身，身上并未流着3族的血脉。暗河3家已经被你们这些外族人掌控了，难怪你们会闯到这里，要与我们影宗作对。新旧更迭，本来就是这世间的规矩。哎，年轻人，你们今夜来此，是要闯这万卷楼？是。苏沐雨，你如果真的不想当，那我们之前的约定就算作废了。
至于你说的那些幕后势力，我也很快就会将他们连根拔起。好，但阎魔掌这门功法太过危险，一不注意便会反噬己身。你以后还需万分小心。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，真的很不容易。不过，我还是会继续走下去的。长河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会向外界宣布，从此之后，暗河便没有执三鬼。我会铲平提魂殿，这样就不会有人下达追杀你的手术。那些你想要带走的家人也是一样。你说过你喜欢南安，我在南安城置了一处大宅，是我这些年偷偷攒钱买的。你到南安城去找守月钱庄的掌柜的，他会把地契给你。院子的地下埋了1万两白银，你若是没钱了，就拿出来用。以后每年秋日，南安城桂花满城的时候，我会去找你饮酒。当然，你不想让任何人，包括我知道你行踪的话，你也可以不要那间宅子，转手卖给守月钱庄的掌柜的就行。但是，每年秋日，南安城桂花开时，我还是希望能与你重逢一日。长河，你本来就不属于这个地方，离开这儿也是必然。而我，从小就是从尸堆里爬出来的，生命在我这里，本来就是不值一提的东西。我离开了，反而不知道去哪儿。但你这个人其实很笨，你不喜欢杀人，却又只精通这个，别的什么都不懂。你做了多少年的鬼，身上还是穷的叮当响。你这样的人到俗世间，你一定会被骗的。再见了，苏沐雨。你说我笨，但你其实也很笨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任务，一起去洛河城杀那贪污赈灾粮的李欢吗？明明一件便可解决的事情，你却硬要顺藤摸瓜，将他在世上所有的金银财宝一并拿走。结果呢？我们被32名六扇门捕快围攻，差点就要死在那府宅之中。那不是因为……闭嘴！还有一次，我们一起去血河山庄对付刀魁王八，你非要去他的藏书阁看一眼，说要搜罗秘籍。最后我们被机关所困，幸好我身上还带着些干粮藏着，硬挺着熬过了3天3夜，等来了援兵，不然我们早就饿死了。哎呀，那不是没饿死。还有岭南那次，东海那次，雷家堡那次，哪一次不是你把一个简单的任务捅出了天大的窟窿？你若做了大家长，你的贪婪和野心会如潮水般涌起，然后将那些跟随你的人全部一个个都淹死。你若没了束缚，只会成为一个疯子。所以，我来和你一同平息风浪吧。当年的约定作书，只是身份要换一下。苏长河，出去之后，你继任大家长之位，
我统帅苏家，我陪着你，我们一起带来一个新的暗河。好。当时向鬼归安那一次，只不过那一次是你扶着我。所以有些事情总是要还的。其实，一直到最后一刻，我都不认为你会留下来。当年，血月城3城主司空长风一枪便破去了百里孤虚大阵，想来是有无上神威啊！我一刀挥下，却只能见面前3尺清净。这一仗打得真是艰难啊！木子哲还是跑了，剩下的穆家子弟和谢家子弟都已经投降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3家已成过往，新的暗河即将走向彼岸。去和苏昌河他们会合吧。哎，老了，算计人心这种事，苏昌河这个小子还真是算无一策啊。你做了一个可怕的决定，大家长。我已经不是大家长了。我姓过穆，也姓过苏，却从未能走出过这片河。或许这样的变革能够带来新的暗河，能够成为这个天下不一样的那个影子。天真呐，影子就是影子，走不到光明的地方的，那我便看看。只是大家长，无论结局如何，你都看不到了。苏家苏昌河得先任大家长认可，赐冕龙剑，即今日起任暗河大家长之位。拜见现任大家长苏昌河。拜见大家长。
朱印首领苏沐雨，谢魁之位，任苏家家主。诸位，新的暗河已经到来了。唐连月，唐连月。这棋局，看来已是必死之决。所言尚早啊。倒是没错，绝境之中，何尝不会出现神之一手呢？宗主，看来，真正和宗主对弈的对手，下出了属于自己的神之一手。两个年轻人，居然，或许这才是最好的结局。哦，为何这才是最好？因为他们够强。只有真正强大的对手，才是现在的我们所需要的盟友。拿好啊。老板您好，我要1斤桂花糕。一斤桂花糕。对，1斤桂花糕。啊，好的。你的桂花糕。多谢。申夜，我回来了。累死我了！一会儿呢，等汤药稍微凉一些，就一滴都不剩的，都给我喝掉，听到没？知道的，申夜。哇，还是热乎的。